型的卖淫方式已出现了，防不胜防的陷阱，每个人都要打起警惕。我国一直都对卖淫这样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，坚决不允许嫖娼，卖淫行为影响社会安稳。尤其是我国是人口大国，每年有许多的未成年孩子，他们思想不够成熟，非常容易受到卖淫精神侵害，误入歧途。现在一些非法分子，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，开始实施新型的卖淫方式，让更多的被害者上钩。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，避免误入淫窝。一、特殊导游陪游服务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生活。我国每年都有大批量的游客去各个景区游玩。为了保证旅游的过程中享受更多当地风景特色以及人文素养，解缘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说导游就成为现在陪玩的最佳选项。每年有大批量的年轻人开始应聘导游，这样他们工作的时候不仅可以游玩，而且可以赚钱。然而在导游陪玩的过程中，出现一些让人难以发现的特殊导游，尤其是很多景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在面试导游的时候会格外注意面试者的相貌。这是因为去旅游的人都说都是一些有钱的富人，他们特别喜欢一些年轻美女或者帅哥，甚至有些人会开高于一般的导游陪同价格，让他们进行陪同解说。除此之外，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面临着一种隐形的潜规则，比如说一些特别有钱的富豪，他们去旅游的时候会填写个人的信息，针对这些富人陪同的导游，他们会进行筛选。年轻的男生他们会向富婆抛出揽之，而美女走向一些富豪进行引诱。一般情况下，双方都是你情我愿的。有些当地的旅游景区，他们为了招揽更多的导游，会搞很多噱头。比如说，前来应聘的会给他们特别高的福利待遇，假期也很多。当应聘者真的过来工作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现实与之相反。而且他们还不能辞职，不然就要付比较高额的违约金。很多时候，这些老板会让应聘者学习一些不属于导游的课程，但其实他们学习的课程多数跟引诱顾客消费或者是做卖淫交易。旅游的富人都是一些中老年人，他们对于美色抵抗力很低，并且手里有的是钱，所以他们愿意花钱去博得美人一笑。一来二去，时间久了，他们也会相互进行介绍，获得更多的资源赚钱。二、互联网交友更加开放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很多陌生网友借着交友的名义行一些卖淫之事。很多不法分子他们借助着交友的名义开辟很多交友软件，在软件平台上，通过大批量的年轻男女注册信息，让交友市场不断扩大，吸引更多的有钱人。一些卖淫团伙他们会通过大批量的富人涌入进行筛选顾客，针对这些顾客的需求，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美女或者帅哥，进行实实在在的卖淫交易，从中谋取巨大的利益。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，她们的售卖价格偏高，但依然有很多有钱人趋之若鹜。有些真的想在平台上找朋友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投入的大量的真心和金钱其实都是打水漂了，因为通常和他们聊天的，符合他们的聊天爱好的，都是经过卖淫的团伙针对性的骗局。当他们被欺骗之后，因为一些原因不敢去报警，导致自己被骗心又被骗钱。而且互联网上很多人，他们使用的消息都是虚假的，所以对于这些非法卖淫行为很是猖狂，因为他们知道在网络上做这些事情，被逮到的概率可能偏小一些。为此，相关部门已经加大力度监管力惩那些卖淫团伙，坚决不让非法卖淫影响到更多人的身心安全。除此之外，网上的很多网游在点击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弹出一些色情广告，而青少年特别喜欢玩游戏，所以他们成为目标的概率非常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不够坚定，事情还没有形成，对一些充满诱惑力的事情没有抵抗能力，而且这些青少年都喜欢在网上冲浪，有些时候陷进去就很难出来了。三、爱情酒店，多数人在外出的时候都会选择住在酒店里，
因为酒店不仅有舒适的房间，而且服务也很好。但有些酒店他们隐藏着一些特殊服务，酒店内部的装饰处处充满情趣。比如说他们会设置一些精巧的情趣房间，房间布置的特别温馨暧昧，而且在房间随处可见的性生活用品，更是方便了性交易。除此之外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酒店可能会有隐藏的摄像头这个事情。一些色情团伙，他们会和酒店的老板沟通，合伙一起在酒店内部设置隐形的摄像头，通过偷拍一些年轻男女之间的性生活，在网上进行拍卖。甚至这些色情团伙，他们会通过我设的视频进行筛选他们需要的女性，通过掌握他们的色情视频，让女性做一些皮肉交易。4. 按摩行业挂羊头卖狗肉。现在按摩行业非常火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他们对于按摩都非常感兴趣。有些按摩行业是真的专心按摩，他们主要是帮助顾客缓解肌肉的疲惫，让他们心情愉悦，让身体变得放松下来。但是有些按摩行业，他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按摩店，但是当一些顾客进入按摩店之后，他们又开始向顾客介绍一些特殊服务。比如说，他们会让一些穿着暴露的工作人员向这些顾客推销特别昂贵的套餐，顾客也会向员工索取一些福利。有些比较过分的员工和顾客，他们会在店内就进行一些嫖娼行为。5. 为什么我国对卖淫行为严格监管？1. 保护大众健康。有非常多的传染病都是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染的，最常见的就是艾滋病。尤其是现在年轻人，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，对于性行为接受度偏高。一旦他们沉迷于性生活，可能会走入歧途。部分年轻的青年人，他们可能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做一些卖淫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危害，而且让他们的人生出现了高危时刻。2. 精神侵害严重。为什么现在对于卖淫监管这么严格？是因为我国属于一个人口大国，每年都有很多的未成年，因为看一些不健康的色情影片，让他们的精神受到侵害。未成年他们的身体发育不够成熟，如果过早的沉迷于色情，对于他们的大脑发育以及身体健康都有很严重的危害。未成年他们没有自制力，一旦尝到其中的快乐，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行为，形成性瘾。而且性行为是最容易被感染恶性疾病，一旦被感染，后果非常严重。3. 嫖娼毁坏家庭。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，他们的离婚概率越来越高了。多数人离婚的原因都是因为另一半婚内出轨。中年男性他们出轨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自己，因为生活中有太大的压力，再加上自己的老婆长时间在家工作，皮肤变得没有那么白皙，看起来苍老一些，没有外面的美女漂亮，所以很多男性他们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嫖娼，获得一些身体上的快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感，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夫妻他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，夫妻之间很容易因为第三者发生争吵，最后离婚。所以说嫖娼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，会让一个幸福的家庭变得不幸。6. 如何识别卖淫团伙的手段？1. 住酒店的时要选择一些正规酒店。很多年轻情侣，他们喜欢住那种情侣酒店。其实情侣酒店，他们房间内的设施都含有隐形的服务套餐以及装备齐全的生活用品。为了避免误入色情套路，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，还是要选正规的商务酒店，坚决抵制酒店提供的任何特殊服务。2. 坚决不在网络点击色情广告。我们平时玩电脑或者是用手机上网的时候，会弹出很多色情广告，大家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好奇点开它。有些时候我们点开那个页面只是好奇，当我们真的深入了解它，就会发现自己沉迷其中。有些行为一旦开始了，就很难戒掉。尤其是青少年，他们的好奇心非常重，对于这些他们没有踏入过的领域，就更加好奇，非常容易学习不好的东西。总结，在生活中，我们遇到的很多特殊服务都含有隐形的色情交易，
当我们真正面对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坚决说不。要知道，性传播感染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，一旦被感染，可能终身难以治愈。而且过度迷恋色情一类的东西会让大脑受到损害，过度性行为也很伤身，会让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和色情相关的交易，要坚决抵制，并向相关部门举报，学会保护自己。